各位老友，大家好，咱们今天先从一个很扎心的现象聊起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中年男人明明一身的本事，工作比谁都拼，养家比谁都累，但就是越活越憋屈。在单位，为了一个所谓的公道或者一个方案的对错，跟同事争得面红耳赤，最后事没办成，还把人给得罪了。在家里，为了证明我是对的，跟老婆孩子据理力争，非要变出个子丑寅卯，结果把亲密关系搞得僵持不下，自己晚上只能躲在车里抽闷烟。你以为你是在坚持原则，你以为你是在维护正义，但今天我必须毫不客气地戳破这个幻觉。在真正的高手眼里，你这不叫坚持原则，你这叫资源倒置。你正在把你人生中最值钱的行动力、时间和好心情浪费在最不值钱的口舌之争上。如果你觉得日子过得累，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甚至觉得总有小人在背后给你使绊子，那么请立刻停止你的抱怨，因为问题可能不出在别人身上，而出在你那张不肯服软的嘴上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一套低能耗、高产出的生存心法。这套心法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人情世故，更是大明首辅张居正当年权倾天下的底层逻辑。花几分钟把这条视频看完，把你前半生流失掉的运气和财富全部拿回来。我们要在这个充满戾气、利益盘根错节的社会里活得舒服。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货币观。在成年人的博弈桌上有两种货币，一种是语言，一种是行为。语言是什么？语言是最廉价的货币，它就像空气一样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你夸别人一句你真牛，或者骂别人一句你真蠢，成本都是零。它不会让你卡里少一分钱，也不会让你身上掉2两肉。那行为是什么？行为是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、你的人脉资源，那是真金白银，是用一点就少一点的绝对稀缺品。我们来看看大部分失败者是怎么做的。他们不仅极度吝啬自己的赞美，还非要用那张免费的嘴去攻击别人，去显示自己的高明。结果呢？你在语言上赢了一时之快，你觉得我把他对得哑口无言，我太牛了。但对方却在心里给你记了一笔清清楚楚的仇恨账。等你真需要帮忙的时候，等你项目需要跨部门推进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处都是隐形的墙，到处都是软钉子。这就是典型的用空气换了炸弹，亏到姥姥家了。那高手是怎么玩的？高手是人际关系里通货膨胀的制造者，他们疯狂地发行好话这种廉价货币，见到谁都夸，遇到烂事都笑，碰到杠精都点头。你以为他们是没脾气？错，他们是太清楚底牌了。他们知道说几句好听的糖衣炮弹就能换来对方的让路，就能减少自己前行路上的摩擦力。这在商业上叫什么？这叫星号星号零成本获客星号星号。这套逻辑，如果你觉得听起来太功利，那我们就去历史里找找答案。大明朝最牛的首辅张居正，就是把这套货币观玩到极致的人。当年张居正要推行一条鞭法，要动全天下权贵和地主的奶酪，这是多难的事。你看他是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的？他对小皇帝永远是恭恭敬敬，自称老臣。他对后宫的李太后好话连篇，极尽安抚。他对大太监冯保更是称兄道弟，送礼送钱，嘴上甜得发腻。很多清流文人骂张居正，说他结交宦官，有辱斯文。但张居正根本不在乎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张居正眼里，对冯保说几句好话，尊称他一声公公，这就是廉价货币。他用这些廉价货币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内廷的绝对支持，换来了他推行改革的政治资本，行为黄金。永远在语言上利他，在行为上利己。
只有傻瓜才在言语上树敌。这就是张居正能成就千秋伟业的终极秘密。很多老友听到这里会说，博主，你说的道理我都懂，但我就是做不到啊。我就是看不惯那个傻叉，我不对他我心里难受。这种难受在心理学上我给他起个名字，叫星号自我意识过敏星号。人到中年，如果你还总是被这种情绪牵着走，那说明你太把自己的情绪当回事了，也太把别人当回事了。我们必须认清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的至亲家人，根本没有人真心在乎你的喜怒哀乐。你在言语上争输赢，你非要跟同事辩论个高低，你本质上是在寻求什么？是在寻求一种情绪认同。你想让对方低头，想让对方承认你是对的。但是老友们，咱们都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，在真实的利益面前，对错真的重要吗？结果才重要，拿到手里的真金白银才重要，把事办成才重要。真正厉害的人早就给自己的情绪装上了消音器，哪怕他心里觉得对方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，他嘴上也能真诚地说出，张总，您这个见解太深刻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还得是您啊。注意，很多人把这叫虚伪，叫拍马屁。不对，这叫战术性示弱。人性都有一个弱点，就是好为人师，就是喜欢被捧着。当你在语言上把对方捧到了云端，让他飘飘然，觉得你崇拜他的时候，他的防备心是最低的。这个时候，无论你是想让他给你签字批预算，还是想委婉地拒绝他的无理要求，都会变得异常顺滑。你让他赢了面子，你赢了里子，这难道不是最高级的双赢吗？我们这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刚正不阿，宁折不弯，但现实的毒打告诉我们，太刚容易折，太直容易断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讲上善若水，水为什么能无坚不摧？因为他懂得示弱，懂得避开锋芒，懂得在语言上顺势而为。但他的目标奔流到海，却一刻也没有改变过。明白了语言利他，接下来我们讲最关键的一步，如何在行为上守住底线，做一个真正的狠人。很多老实人之所以吃亏，是因为他们不仅语言上硬，行为上却很软，或者语言上软了，行为上跟着也就妥协了。别人找你借钱，你不好意思拒绝，最后钱打了水漂，朋友也没得做。领导让你周末免费加班，你心里骂娘，但嘴上不敢说，最后把自己累出了一身病。今天我教大家一套张居正级别的星号温柔拒绝法，星号，你一定要学会。核心精髓就是用最软的态度说最绝的话。当别人想侵占你的利益时，千万不要黑脸，更不要直接说不行，因为不行这两个字是带刺的，它会瞬间激发对方的防御机制和攻击欲。你要学会的是打太极、踢皮球。举个最常见的例子，平时不太联系的朋友突然找你借钱，你千万别说我没钱，我不借，这叫语言树敌。你应该怎么说？第一步，先给足情绪价值，语言利他。哎呀，王哥，你这事儿我太想帮了，咱们这交情那是过命的兄弟啊，你遇到难处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听到这儿，对方心里是不是觉得稳了？第二步，立刻抛出客观困难，行为利己。但是王哥，真不巧，我这上个月刚把钱全投进一个项目里，被套牢了。现在我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，正愁得掉头发呢。嫂子前2天还跟我闹，说下个月房贷都不知道去哪凑。第三步，给一个无法落地的建议，全身而退。要不这样，王哥，咱们一起想想别的办法，或者你去问问老李，我看他最近好像挺宽裕的。看懂这个套路了吗？面子我给足你了，里子我1分不让你。你把拒绝的理由全部归结为不可抗力的客观困难，
而不是你的主观意愿。这样一来，对方既没法恨你，因为你态度太好了，你太想帮他了，也没法逼你，因为你比他还惨。这就叫星号星号温和的钉子星号星号，摸起来是软的热乎的，但对方一脚踩下去，扎得脚心直冒血，他还不能喊疼。张居正在整顿吏治的时候，面对那些皇亲国戚的求情，用的就是这招。太后说情，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，说自己死罪，说太后仁慈，但是一转头，该查抄的家产一分不少，该杀的贪官一个不留，嘴上全是大义和苦衷，下手却是雷霆万钧。这就是顶级政治家的手腕，也是咱们中年男人在复杂社会里保护自己的绝招。最后，我们还要避开一个让无数中年男人栽过大跟头的大坑，这个坑叫星号星号纠错欲星号星号。你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冲动？看到下属或者年轻同事走弯路，你总忍不住想去指点江山，教人家怎么做人。看到亲戚朋友的投资观点很幼稚，你非要摆事实讲道理，告诉他这事儿肯定赔钱。如果你有这个毛病，听我一句劝，立刻住嘴，放下你的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的命运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社会上，教育是需要资格的，只有满足2个条件之一，你的教育才有效。第一，你混得比他好10倍，你身上有他渴望的资源。第二，你是给他发工资的人。如果这2点都不沾边，你的好心提醒，在对方听来，不是醍醐灌顶，而是居高临下的傲慢，是吃饱了撑的找茬。很多朋友会觉得委屈，我是为他好啊，我是怕他吃亏啊。兄弟，这就是咱们最大的认知盲区。你以为你在传授真理，但在对方眼里，你是在否定他的智商。庄子里讲，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居于虚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实也。不要跟井底之蛙谈论大海，不要跟夏天的虫子谈论冰雪。认知不在一个层面上，所有的交流都是夸父聊天，都是无效消耗。既然他想往火坑里跳，你该怎么做？你不仅不要拉他，你还要在旁边给他鼓掌。哥们，你这个想法太超前了，你这魄力真强，换我肯定不敢干。这把肯定能成，我看好你。让他开开心心，信心满满的跳下去。这不仅是对他选择的最大尊重，更是对你自己能量的最大保护。因为如果你去拦他，他没干成，他会怪你挡了他的财路；他干成了，他会觉得你是个目光短浅的嫉妒者。你里外不是人。真正成熟的中年男人早就戒掉了想要改变别人的执念。我们连自己的孩子、自己的老婆都改变不了，你还妄想去改变一个外人？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，博主，照你这么说，这社会也太黑暗、太圆滑了吧？这不是教人学坏吗？老友们，千万别误会，我今天讲的嘴甜心狠，讲的语言利他，行为利己，绝对不是教你去害人，更不是教你去做一个没有底线的小人。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。什么是真正的城府？城府不是阴险毒辣，城府是星号星号保护自己，成就事情的铠甲星号星号，是让你学会把锋芒藏在手段里，而不是天天挂在嘴边上，去扎伤别人，最后也刺痛自己。那些天天在嘴上喊着我是个直肠子，我这人说话不好听你别介意的人，其实是用最廉价的直白掩饰自己思维的懒惰和情商的匮乏。他们像个刺猬一样到处树敌，最后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。而那些真正有大智慧的中年男人，他们外表看起来像一块温润的玉，谁摸着都觉得舒服，但他们的内核却是一块坚硬的铁，谁也别想轻易敲碎他们的底线。这就是张居正留给我们的顶级生存心法。他为了天下苍生，为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，背负了多少骂名。
但他从不在意那些清流的口诛笔伐，他只用最柔软的身段去推进最硬核的改革。这种忍辱负重的格局才是真男人的担当。各位老友，人生已经走到了下半场，我们早就过了那个凭着一腔热血要在嘴上争个高低的年纪。我们的精力，我们的时间，每一滴都应该花在刀刃上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去做一个嘴甜心狠的明白人吧，把赞美、认同、附和这些廉价的语言货币大方地撒出去，为你的人生铺出一条平坦的大道。把时间、金钱、精力这些珍贵的行为黄金死死地攥在手里，为你和你的家人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高墙。你的福报，你的好运也就从那一刻起开始真正降临。咱们下期再见。